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视频。大 logo 在 Pi Network 上线之前，说点心里话，我最希望看到的就是 Pi Network 能够真正成功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已经为 Pi 赋能多年，亲眼见证了它的成长和变化。我的初心其实很简单，就是希望所有热爱 Pi 的朋友们都能通过它赚大钱，实现全员财富自由。这种愿景对我来说比什么都重要，它不仅仅代表了数字货币的进步，更是一种改变生活方式、改善经济结构的伟大尝试。不过，在这里我也得提醒大家，真正的成功从来都不是靠一时的运气或盲目的幻想能实现的。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，任何一种加密货币或者经济工具的长久成功，都需要建立在市场逻辑和经济规律之上，而不是仅仅依赖那些短期的炒作和投机。大家是不是也曾听到有人说，只要拍上了交易所，价格就会暴涨？这种想法听起来很诱人，但实际上绝对存在巨大的风险。如果我们一味地寄希望于这种暴涨，最终只会沦为资本市场中被割的韭菜。今天我就想跟大家聊聊我的几个观点，希望能帮助大家厘清思路，真正理解 Pi Network 成功的核心所在。接下来的内容主要分为3个部分。第一，Pi 真正成功的核心标准到底是什么？第二， Pi 有如果想赚大钱，不能只靠等涨，而是要靠推动 Pi 的流通。第三，如何避免 Pi 变成短命的投机泡沫，让它真正走上长期发展的康庄大道。Pi 真正成功的核心标准到底是什么？首先，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，到底什么才算是 Pi 成功啊？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，只要 Pi 上了交易所，价格一路飙升，就说明成功了。但我必须强调，这种想法其实是非常片面的。我们得明白一点， Pi 的价值绝不仅仅体现在交易所上那个数字上，而更在于它能否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被大家广泛接受，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支付工具。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将来有一天，你走进超市、饭店，甚至是交房租，都能看到支持 Pi 支付的标识，那是不是就说明 Pi 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投资品，而是真正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？这才是 Pi 成功的真正标准。换句话说， Pi 成功不等于上了交易所后价格暴涨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原因很简单，一旦 Pi 进入交易所，市场的投机氛围就会立刻浮现出来。如果仅仅靠上交易所而被重新定价，那么它很可能就会沦为又一个炒作币，最终绝大部分 Pi 友都会在其中被收割。换句话说， Pi 的真正价值不在于那个闪闪发光的数字，而在于它是否能够被商家、用户以及整个市场所接受，用于日常交易、支付服务，甚至是线上线下各种经济活动。试想一下，如果未来我们能用 Pi 来支付生活中的各种开支，比如买菜、缴水电费、网购，甚至出国旅行时也能用 Pi 结账，这样一来， Pi 就不仅仅是一种投资工具，而是真正变成了一种全球流通的货币。它的价值就会完全由市场的需求决定，而不是由某些资本大鳄来操控。这样的场景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革命。 Pi 有想赚大钱，不能光靠等涨，而必须推动 Pi 的流通。接下来我们聊聊第2个重点。相信很多朋友都有一种坐等暴涨的心态，觉得只要静静地持有 Pi， 等到价格飞涨时就能一夜暴富。但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现实情况往往并非如此简单。事实上，如果你只是抱着等涨的心态，很可能 99% 的人都难以如愿，因为市场从来不会按我们的意愿来运转，它总是遵循着资本的基本规律在运行。我们需要明白一个道理，想要真正赚大钱，靠持币待涨是不够的，更关键的是要推动 Pi 在现实经济中的实际流通。具体来说，就是要让更多的商家愿意接受 Pi 作为支付手段，让更多的消费者主动使用 Pi 进行交易，从而让 Pi 的使用价值不断提升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，逐步建立起一个完善的 Pi 支付生态，那么你就会发现 Pi 的价值增长已经不仅仅是数字上的飙升，而是体现在它改变了我们的消费和支付方式上。
我在这里建议大家，从今天开始，不妨试试用派进行一些实际的交易。比如，你可以推荐朋友用派付款，或者自己在一些支持派的小店体验支付，哪怕是一次简单的支付，也许都会成为推动整个生态系统进步的一小步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一个系统只有真正走入了现实生活，才能获得长久的发展动力，而单纯依靠市场的投机炒作是无法建立起这种长久机制的。大家一定要记住，等涨只是坐等风险，真正推动流通才是赚大钱的关键。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只想着等它涨，那么实际上和那些只会盲目跟风的币圈韭菜又有什么区别？而那些真正聪明的派友早就会思考，如何才能让更多的人接受派，怎样才能推动派在现实经济中真正流通起来。正是这种经济思维才能引导我们走向长期的成功。派必须避免变成短命的投机泡沫，最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，很多时候数字货币在进入交易所后很容易陷入短暂的炒作狂潮，最终变成一个昙花一现的投机泡沫。比特币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比特币原本的目标是成为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，但随着市场的发展，它却逐渐演变成了数字黄金，失去了原本日常支付的功能。如果派也走上这条路，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纯粹靠炒作维持热度的资产，而无法真正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我们绝不能让派重蹈比特币的覆辙。派必须始终保持它作为去中心化支付工具的本质，而不是变成资本市场上的一个昙花一现的热点。也就是说，派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它能否构建一个健全的支付生态系统，让商家、用户、企业都愿意参与进来，用派进行交易，而不是一味的等着它价格飙升。只有这样，派才能避免成为一场短暂的投机泡沫，真正走上长期健康的发展道路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未来市场上发现派除了价格上的波动之外，根本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，那么不管它曾经有多么火热，最终都会被市场所淘汰。相反，如果我们能让派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支付工具，那么它的价值就会由实际的交易需求所支撑，而不是靠资本市场的炒作来虚高。这正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未来，一个基于真实经济活动能够长久运行的支付系统，而不是昙花一现的投机工具。说了这么多，大家可能已经明白，我最希望看到的 Pi Network 成功，不仅仅是它在交易所上的价格暴涨，而是它能真正走进现实经济，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每一个派友才能真正赚大钱，实现财富自由，而不是在投机市场中被资本收割，变成韭菜。朋友们，财富自由的梦想并不是遥不可及，但它需要我们每个人拿出实际行动来推动。不要再抱着等它暴涨的幻想，而是应该积极思考，我能为派做些什么？我能如何推动更多的人使用派？我能否借助自己的力量，改变这个生态系统，让它变得更加健康，更加有活力？其实，这不仅仅是关于派的讨论，而是一种全新的经济思维和生活方式的探讨。未来的支付方式会是什么样子？当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时，我们是否能看到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的经济体系逐渐成型？答案可能就在我们的行动中。当我们从单纯的观望者转变为推动者和实践者时，我们的未来也将充满无限可能。在这里，我真诚地呼吁每一位派友，让我们一起来抛弃那种盲目的炒作思维，用务实的经济眼光去看待派的未来。只有当我们真正推动派在现实生活中的流通，它才能摆脱资本市场的割韭菜陷阱，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。记住，派的成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，它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。今天你推动了派的流通，明天可能就会迎来一个全新的支付时代。那时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财富自由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，而是通过我们的智慧和行动，真真切切地落地生根了。最后，我想再强调一点，我绝不是在唱衰派，也不是反对它的发展。相反，我对派的未来充满信心，
只不过我希望这种成功能建立在坚实的现实经济基础上，而不是短暂的市场炒作。只有这样， Pi 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加密货币，一个让每个使用它的人都能享受到实实在在好处的支付工具。如果你认同我的观点，请点赞、关注、转发这个视频，并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看法。你认为未来的支付生态会是什么样子？你又会如何参与其中？让我们一起讨论，一起探索，一起推动 Pi 进入现实经济，走上真正的财富自由之路。感谢大家的收看和支持，我是大 Logo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记住，只要我们每个人都出一份力，未来的经济格局必将因我们而改变。加油，朋友们！